Hello， 大家好，本期紫微斗数解明星命盘带来的是最近求婚成功的男明星黄子韬。那通过他的命盘呢，我们从3个点想聊一聊。第一呢，就是他和他的妻子徐艺洋的感情的真实情况。然后第二点呢，是他对于明年2025年的婚姻以及婚礼的一些规划的情况。然后第3点呢，就是2个人未来事业上面的一些预测。那当我们打开他的命盘，你会发现他的命宫是武曲星坐命加上文曲，迁移宫是贪狼星化忌，文昌星加上铃星。那其实黄子韬的这个命盘还是挺精彩的啊，他自己呢本身就是一颗财星坐命，同时昌曲在对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又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格局，那代表这个人呢多才多艺，同时也通过文艺啊，通过表演啊，这些都是他得财的手段。那命主这个人本身是身命同宫啊，他的身宫在他的命宫，其实他还是挺自恋的啊，挺自恋的一个，觉得自己啊能力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展现形式啊。那我们说，那在这个恋情中呢，其实他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自我，然后更加的以自己的自主意识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命主的样子。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夫妻宫，夫妻宫做的是七杀独坐，那七杀的迁移宫是紫微天府，那这个同样他眼里的他的另一半啊，就是他眼里的徐艺洋的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特殊的格局，叫七杀朝斗格啊，它朝的斗就是我们紫微星和天府星。那七杀朝斗格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的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一点从相对来说凭自己的能力从底层爬上来，然后并且可以在权贵中如鱼得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人的情感状态以及他们婚姻的形成，那作为一个财星坐命的人，他不会找一个很怂的那种乖乖的小绵羊小白兔那种的啊，这个是可能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剧里演的。所以一开始舆论对于他们的这个好像觉得徐艺洋是攀附了这个男方，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女生身上是有一种冲劲儿在身上的啊，也是值得这个财星的人非常欣赏的部分。那我们看到了他夫妻宫的这个财帛的样子，就是他眼里他的另一半的这个花钱能力，那真是非常强，就是特别能挣，也特别能花的这个一个状态啊，也不是一个萌妹呀，一个弱鸡这样的形象在他的世界里。那其实我觉得他们2个人的这个结合那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强强联合，也是一个互补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说第2点，就是对于2025年他们婚礼以及他们整个在公众面前的状态的一个展示。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应该会大办。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不管是线上直播也好还是说他们对于自己婚礼的状态更多的他的婚礼状态可能会像之前的那种某某某的那种世纪婚礼，会去招商，然后会去让更多的品牌入驻，然后呢以他们的婚礼作为一个秀场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会大办。但是呢因为明年他们的这个状况呢，其实风评可能会不好，就是说我们民众可能会不太买单这种行为炒作的这种概率会很高那所以呢这个因为感情的东西，所以就会影响到他们捆绑去销售、去盈利、去挣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在里面所以呢我觉得相对比较冒进和比较功利的行为，也是这2个人结合吧，然后会导致一些跟金钱上面出现问题以及投资上面的一些失败因为女方的性格是要再往上跨越一个阶级的感觉比较冒进一些。好，那第3点呢，就是我们说他们对于未来事业上的规划。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女方这一边应该是不会停止工作应该不会呈现出一个相夫教子的状态更多的情况下，我觉得2个人的合体是未来的婚礼之后的一个大趋势所在。所以他们的家庭情况，他们2个人的关系以及会找一些爆点的东西会呈现在我们歌迷以及普罗大众的这个公众平台的上面那2个人呢的事业这是他们的根基，情感也是他们的根基。那钱财方面呢，更多的会以女方去打理去打理他这个。那其实
因为子韬的这个命盘本身就是一个很看重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当然了，在他的世界里，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未来的情况啊，就是大概3、5年之后，他们会因为经济啊、投资啊、利益啊。感情上会出现一个波动和问题，所以呢，那现在人家刚求完婚，我们肯定是以祝福为主。那当然，他们预期的未来的发展和合体之后的这个经营的公司的情况、利益的捆绑，我们3、5年之后再见分晓。那老规矩，我们还是给黄子韬献上一首打油诗。少爷脾气黄子韬，秀之目的为才高。一阳并非小乖猫，蛇年风评待吐槽。最近有朋友留言说，为什么今年就是2024年我的 vlog 上传的这么少？是因为本身今年工作室都非常非常忙，然后我们北京工作室也进行了大的装修换地方，然后呢，我前几个月有半年的时间也一直都是在温哥华，然后在那边继续的开课收学生这样子。那过年了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了，所以呢，就是年底我们还会有年运的东西，然后以及我还要去带学生们去留学，所以呢，今年其实网上YouTube 做这个紫微斗数解明星命盘其实是没有去年那么高产的，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回归了，还会继续给大家做这些，包括咱们对于2025年蛇年的预测像我们每年都一样，大家可以翻我过去的每年年底的年运的这样的预测的视频，好吧？那在这边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持续的支持和喜爱今天的紫微斗数解明星命盘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